尽与露娜里亚族的历史之谜，完整盘点古代巨人化实验。大家好，我是朱尔本。本周更新的《海贼王》1035话，索隆用斩破绝境的最强建议，超越岩灾再次进阶。围绕镜的身世之谜，本话也留下了众多伏笔与细节，我们逐个来分析。首先就是由镜的回忆所引出的庞卡哈萨的邪恶过往。1035话亮点之一即是镜与凯多的回忆杀，短短的一页闪回，几句对话，立刻让这两个本就充满魅力的反派形象更加丰满。果然，在海贼王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坏人，所有人都在贯彻自己的信念罢了。这段回忆应该发生在33年前，洛克斯海贼团解散了5年后。那时候的凯多还是新人，穿着性感的皮裤。不过这时的他已经吃下了鱼与果实的幻兽种，因此被捕后才会被海军带到庞克哈萨德，交给政府的科学团队进行研究。在1007话里 ，CP Zero 曾经透露，当时从凯多体内提取血统因子的人即是贝加庞克。可以推断，当时的庞克哈萨德已经有 MAS 成员加入，科学团队中包括了贝加庞克、凯撒库兰等人，奎因也有可能在里面。至此，从2年后的庞克哈萨德篇埋下了伏笔，终于串起了世界政府和天龙人邪恶计划的全貌。我们来完整盘点一下。距今800年前，20位国王领导的势力赢下了那场巨大战争，建立起世界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敌人展现出了惊人力量，令天龙人十分惧怕。他们担心未来这些力量会重现人间，颠覆天龙人的统治。建立世界政府后，就开始着手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另一场巨大战争。一方面，他们建立起 CP 谍报机关，寻找3大古代兵器的下落，并为海军和其他政府势力物色有潜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建立起大型研究设施，开始进行人类巨大化实验。巨人之力一直被世间的大人物们所觊觎。4王之一的比格曼就曾经直言，如果他能够得到巨人族的力量，早已经拿下了One Piece。显然，天龙人也是这么认为。虽然还不清楚巨人族到底能发挥多么强劲的战力，但巨人族的王国艾尔巴夫被称为世界第1强国，逐渐其地位。天龙人为了得到巨人的力量，采取了2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拉拢，例如他们利用加尔默罗修女骗取巨人族的信任，使得部分巨兵海贼团成员加入了海军。顶上战争中还出现了一支巨人中将部队，但显然并不是所有巨人都信任世界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巨人战力，天龙人想出了第2个策略：复制。从实验室中复制出巨人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制造巨人士兵，这是最稳定可靠的方式。这种思路就跟加治后来在器皿中复制士兵如出一辙。天龙人由此开始了一场跨度数百年的漫长研究，虽然付出了巨大成本，但实验进展依旧缓慢。直到数十年前，贝加庞克和他的 MAS 团队发现了血统因子理论，被世界政府盯上。MAS 成员们大部分来到了庞克哈萨德。这座岛屿原本有着丰富的生态，被誉为生命的宝库，非常适合提取不同生物的血统因子加以改造研究。仔细看庞克哈萨德的标志，是一个酷似鬼之岛的牛角骷髅，代表着魔人奥兹一族，暗示着这座岛屿的最终研究目的即是创造出古代巨人族的力量。世界政府在这里建立起3座大型研究室，并命令海军将部分抓获的囚犯秘密送到这里成为实验对象。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巨人，也就是乔巴和娜美后来在冰窟中见到的那些巨型冰雕。贝加庞克试图利用血统因子推进巨人化实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后来成为百兽海贼团战力之一的盲霸者，就是贝加庞克的实验成果之一。他们极有可能是在普通巨人的基础上，被植入了奥兹魔人一族的血统因子，改变身体构造，从而使体型继续增大，头上长出形状各异的双脚，并获得了恐怖的怪力。这其中盲霸者二牙的下半身完全是人马模样，更加特殊，不禁让我想起当时路飞登陆岛屿后见到了茶胡子的手下，他们中不少是因为毒气事故失去了双脚，但罗用能力为他们接上了动物的尸肢，在同一个地方诞生了类似的生物。尾田很可能是在暗示二牙的下半身正是来自于巨人体内植入了动物的血统因子，这个过程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黑暗。虽然盲霸者们重现了古代巨人族的荣光，但他们还是成为了失败品。失败的地方在于，这群人智力低下，行为野蛮，不受控制，很难让他们成为服从命令的战士。不过，他们的价值却得到另一个人的认可——凯多。33年前，贝加庞克的实验室中来了2个新的小白鼠，凯多和阿贝尔。前者吃下了幻兽种青龙果实，即使是在动物系中也是顶级的存在，后来更是被称为海陆空最强生物。而后者是传说中的露娜里亚族后裔，拥有超乎常人的耐久力。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凯多和阿贝尔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惊人的生命力。为什么生命力这么重要呢？它对巨人实验有什么影响吗？我们可以从凯撒后来的实验中找到答案。当年贝加庞克费尽心机，依然无法取得关键突破，凯撒认为是他选错了实验对象，想要将成年人变成巨人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上的分歧，使得凯撒后来在进行实验时，选取了一批儿童进行实验对象，看似取得了部分进展，实际上却是以消耗孩子们的生命作为代价。巨人化实验需要对实验对象进行残酷的改造，没有惊人的生命力根本无法成功。这也是凯多和阿贝尔的实验价值所在。很可惜，他们2个在33年前那场骚乱中逃脱了。为了找到关键的实验体，世界政府对露娜里亚族的线索开下天价，只要提供情报就能拿到1亿贝里的报酬，已经远超一般海贼罪犯的赏金。阿贝尔因为在凯多的庇护下，再也没有受到危险。
更是用一身黑衣隐藏了自己真实的外貌，并改名为镜。凯多开始了自己的霸业，他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实验室中见到的众多实验体，其中就包括了盲霸者。据大妈所说，盲霸者们是凯多从庞克哈萨德购买回来的，但世界政府怎么可能与海贼交易呢？更有可能的是，20多年前，百兽海贼团入侵和之国后，开始用军火作为交易，从天龙人手中换来了这批怪物。在光月玉田归国后的5年里，凯多一直在充实着自己的战力。后来在那场决战中，我们已经能见到盲霸者的身影，所以百兽海贼团、CP0、世界政府之间的军火贸易早已存在。多年来，革命军才一直想要瓦解这条贸易线。凯多逃走后，庞克哈萨德的实验继续进行着。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贝加庞克打算创造这座岛屿的守卫。他利用凯多身体提取了青龙血统因子与阿贝尔的露娜里亚族血统因子，创造出人造生物巨大红龙，不仅拥有喷火能力，还能够适应任何环境。据说天龙人非常喜欢，还给他取了名字，该不会就是 King 吧？后来贝加庞克又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制造出第一个人造恶魔果实，却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将这颗果实宣布为失败品。多年后被桃之助吃下，由于巨人化实验无法突破，而恶魔果实能力传导技术已经成熟，贝加庞克开始调整实验方向。后来又发生了另一场意外，凯撒库朗与团队决裂，引发巨大爆炸，整座岛屿沦为充满毒气的无人区。贝加庞克就此离开庞克哈萨德，开始打造具备恶魔果实力量的人形兵器，和平主义者就此诞生。而凯撒库朗逃脱抓捕后，悄悄回到庞克哈萨德，并开始用剩下的设施以及贝加庞克血统因子研究的成果，生产人造恶魔果实 Smile 的原料，与凯多、多弗朗明哥开始了新的交易。这就是庞克哈萨德与巨人化实验的邪恶历史，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另一股更加危险的力量取代。巨人族的力量到底有多么重要，又会在即将到来的巨大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也许在最终章里，尾田会为我们一一揭晓。